如果你要建构一个民族神话的话，你必须实事求是。嘉义中学椰子树上挂了一群年轻人，记证说7岁男孩刻骨铭心的记忆怎可能是假的？国民党当时真的非常可恶，用残忍手段威吓人民。二战中拍摄的嘉义航拍照显示，嘉义中学周围是没有民居的。等于说一个本省7岁的小孩去那里看，一定是和平以后。3月4号，嘉义中学失踪了4位国军，这是被俘虏的。如果是记者扭曲了纪政大姐的话，建议纪政大姐去告这个记者。你有病！不知道国史馆作者会写十分没有水平的话。他不信统计，他信口述历史。假如我是个倾向蓝色的，我口述出来就倾向蓝色的。日本精神就是乌合之众的暴徒精神。如果你在事件当中拿了被反对的人的一针一线，就会变成反革命，以后就要被其他更加革命的人给清算掉。根本就不是日本精神，不是奉公精神。知识共享的时代下，你怎么打造一个民族生活？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嘉义中学椰子树上有挂了一群年轻人被残忍杀害，记证说一个7岁男孩刻骨铭心的记忆怎可能是假的？国民党当时真的非常可恶，用残忍手段威吓人民，大家才能进步于这才是白色恐怖。二战中拍摄的嘉义航拍照显示，嘉义中学周围是没有民居的，就是因为他以前有发生这些事情，尤其他前面跟我们讲说，你前面因为地图它有以前的那个资料嘛，调出来一看，以前那边就是农田，是没有建设的地方，从小到大也没有看到嘉义的旧地图，真的是看不到。我说这些就是让台湾族群融合，在光复1945年10月16日之前被台湾人占领的国有地被国府承认了。这没有民居的话，等于说一个本省7岁的小孩的话要去那里看，一定是和平以后。有张国军伤亡的调查表。第二张，在3月4号嘉义中学失踪了4位国军，这4位国军他是被俘虏的。此次事变中，暴徒在本市殴打外省人，抢劫财物及其行使凶恶毒辣，地难想象，不分男女，不问皂白，或用木棍，或用军刀，或捆缚悬吊毒打，不一而足。其尤甚者，为若干士兵以刀猎其腹，系者掠鼻割耳，或在行处时，其残酷概可想象。至当时情形，无人敢为摄影照片，至腹绝颅。如果是记者扭曲了纪政大姐的话，建议纪政大姐去告这个记者。乌合之众是社会心理学的绝对的经典，就是在光复初期，台湾人把这些地给占有了，是为了利益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专门去收。那时新竹宪兵司令部旁边有一些空地，原本是日本人的土地，我接收后盖了2间半的房子，直到市政府的通知限我要拆房子，然后他邻居说要红包包下去，那就无代志啦。我听完后很懊悔我们日本时代很少碰见这种贪污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给抹成了贪污，实际上不是的。等于说国府认定是8月15号之前就不能交易了，1945年8月15日为合法，这是盟军司令部麦克阿瑟下令的，8月15号之前才为合法。但是国防最高委员会裁议，并且要司法院复议，并且不得翻案。1945年10月16号为敌产。蒋介石、蒋中正为了台湾的民情，往后移到8月16号。按照盟军的规定是8月15号，盟军是8月15号，蒋中正他最后决定为10月16号。接手把这个锅甩到了蒋介石头上，甩到了国民党头上，这是十分冤枉的，知道吗？日本的那种比较高压的政策这个有点违反人性有点违反人性。日产的转移，很多的228的说法说国民政府来台湾占据它的产业呢，其实就是在这里，因为很多聪明的人他在10月16之前他们做了这个产业。什么是日产呢？日本的株式会社或者是日本的官方所持有的这些产业。那这些产业后来怎么呢？其实根据世界各国针对殖民地的接收问题，只要是前殖民地政府或前殖民地政府相关的企业，都会被接收的这个二战之后重建的这个国家，或者是说恢复领土的国家，直接变成他的国产。聪明的人他也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大量的占有，是变贪污什么哎呀这个没有塞红包变贪污，这是大错特错的。
本来这些产业就是日本人的，在日本人战败之后，就由接收政府中华民国持有。老蒋开了一道后门，从8月15到10月16，那大家聪明的人呢，就赶快去打抢，好，各种方式想办法贱价购买日本人的产业。本来他们战败，他们回去就是要赔得荡气回肠了，他当然乐于快速的出售。而且不要忘了，同一时间日本殖民政府还大量的派发了大量的所谓的5尊千元券，日本人满手的钞票，能带走他就尽量带走。而且老蒋很善良，一方面大量出售他手上的日产，另外一方面呢大量的变卖，另外一边大量的采购，这些东西要带回去的。那有部分确实是被他们带回去，当然国民政府也有发现这个弊病啊，所以也有部分的限制，所以当时台湾的经济也被搅得一塌糊涂啊。日本精神就是乌合之众的暴徒精神，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手上，他们将融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水中，当要杀的人太多时候，由于断头台的速度太慢，他们甚至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轰击。尽管被杀的人血流成河，执行屠杀的犯罪们并没有把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别针据为己有，而是把它放在了议会桌上，根本就不是日本精神。如果你在事件当中拿人被反对的人那一派的人的一针一线，然后你就会变成反革命，你变成反革命以后就要被其他更加革命的人给清算掉，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奉公精神。我不知道国史馆的作者会写出十分没有水平的话，什么台湾人的日本精神，他不信统计，他信口述历史。你看我们国史馆有多烂。假如我是一个倾向蓝色的，我口述出来就倾向蓝色的。如果你要建构一个民族神话的话，你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现在是互联网社会，未来是 AI 社会，现在很多东西查找文件的时候都是问 AI。在这个知识共享的时代下，你怎么打造一个民族神话？你相信蒋介石要吞并越南吗？我是不相信的。对越南来说，它不是它的领土，但是它要帮越南去殖民化。当时有个军票，所有军队都会发行的军票，台湾的极端那一派就说1945年越南饥荒国军导致的，蒋介石想把越南给吞并掉，这他妈的就是扯淡。为什么呢？1945年的越南饥荒是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饿死了大概多少人呢？40万到200万。这一段时期谁在控制越南呢？日本帝国啊，这就他妈的二战啊，帮日本帝国洗地。你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吗？越盟是中华民国政府支持越南的右派跟越南的左派合并组成的一个联盟，说越南独立是由中华民国出力的。国军呢帮越南人打了海防之战，就是法军要登陆重新殖民越南，缴下了3000法军。你颠倒黑白。当时为什么中华民国会希望越南是走向独立的呢？因为中华民国是反帝国主义，法国还想来重新殖民，你是不是装孝伟？不管是毛泽东或者是蒋介石啦，或者是最早的孙中山，其实大家都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家就需要有一点现实感，你没有现实感，光有理想主义的话，会把整个国家给搞乱。